很多人只看见史书里的成败，却看不懂藏在故事里的人性。欢迎收看《一页一段史》，你没听错。写出《红楼梦》的曹雪芹，他生命里的前13年，过得比书中的贾宝玉还要奢华100倍。很多人读《红楼梦》都会惊叹于作者对豪门细节的精准描写，小到一道菜的做法，小到一场宴会的流程，真实的仿佛亲身经历。答案其实很简单，这些根本就不是他编出来的，这是他刻在骨子里的童年记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段关于繁华与落幕的故事，它发生在距今整整300年前，很慢很轻，你不用刻意记住什么，只要跟着我的声音慢慢放松就好。你听，故事开始了。你没听错，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很慢很轻，你不用刻意记住什么年份，只要跟着我的声音慢慢放松，放心交给我就好。那是在清朝的鼎盛时期，1715年农历4月26，南京城最繁华的江宁织造府里，一声婴儿的啼哭划破了江南温润的空气。这个孩子叫曹雪芹，但他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个遗腹子。他的父亲曹铿在他降生前3个多月就因病去世了。当时曹家的当家人曹府连忙给远在北京的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他在奏折里诚惶诚恐地写道：奴才的嫂子马氏已经怀孕7个月了。他说，如果能生下一个男孩，那就是曹家最大的幸运。上天似乎听到了这份祈祷。满月之后没几天，南京城刚好下了一场大雨，雨丝绵密，滋润了干涸的田野。曹府又提笔给康熙写奏折报喜，他说，连日时雨，遍洒四野，龙颜大悦的康熙皇帝亲自给这个襁褓中的新生儿赐了一个字，他给他取名为瞻，取的就是蒙受皇恩的意思。你很难想象曹家的富贵到底到了什么程度，这不是普通官员能比的。曹家3代4个人主政江宁织造长达整整58年。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是康熙皇帝的保姆，他的祖父曹寅从小就是康熙的伴读和御前侍卫，两个人一起长大，感情比亲兄弟还要深厚。康熙皇帝一生6次下江南，其中有4次都是住在曹家，都由曹寅亲自负责接驾。这种无与伦比的恩宠，在整个清朝都找不出第二家。当时的江宁织造府就是南京城最繁华最耀眼的地方。曹雪芹从出生开始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他不用自己穿衣服，不用自己吃饭，甚至连走路都有人抱着。府里有专门的奶妈、丫鬟、小厮伺候他一个人，光是负责他饮食的厨子就有10几个。他在织造府的西园里长大，那里有假山，有流水，有开不完的花。他每天接触的都是最精致的东西，金石诗书绘画园林。他的祖父曹寅是当时最有名的藏书家之一，家里藏了几十万卷书，还亲自主持编辑了著名的《全唐诗》。曹雪芹从小就是在书堆里长大的，除了正经的4书5经，他最喜欢偷偷读的是《西厢记》和《牡丹亭》，这些在当时被称为闲书的戏曲小说。曹家的权势还远不止于此。曹雪芹的姑姑是由康熙皇帝亲自指婚的，她嫁给了平郡王纳尔苏，做了嫡福晋。她的表兄福鹏后来还成了乾隆皇帝的伴读。你可以说，当时的曹家就是江南地区真正的无冕之王。幼年的曹雪芹甚至亲眼见过康熙皇帝一面，他躲在大人的身后，看着自己的祖父如何毕恭毕敬地迎接那个天下最有权势的人。那时的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贫穷，更不知道什么是苦难。他以为全天下的人都过着和他一样的生活，他更不知道他所拥有的一切富贵和荣耀都只建立在一个人的恩宠之上。只要那个人不在了，他拥有的一切都会在瞬间化为乌有，就像一场梦。那一年是1722年12月20日，康熙皇帝驾崩于北京西郊的畅春园。
消息传到南京江宁织造府的时候，7岁的曹雪芹正在院子里放风筝。他突然看到，平日里总是和颜悦色的大人们脸上全都露出了他从未见过的惊恐神色，整个府邸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康熙皇帝的死就像一把悬在曹家头顶的利剑，终于落了下来。1723年，雍正皇帝正式登基，他一上台就开始大力整顿吏治，清查全国的钱粮亏空。很多人不知道，康熙晚年吏治非常松弛，官员们挪用公款已成风潮。曹家因为4次接驾，花掉了天文数字的银子，早就欠下了国库巨额的亏空。这些亏空，康熙皇帝活着的时候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雍正绝对不会容忍曹家的身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他们是满洲正白旗的包衣奴才，所有富贵和权力都来自于皇帝的个人恩宠。皇帝喜欢你，你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皇帝不喜欢你了，你连一条狗都不如。这种依附性的富贵看起来风光无限，实际上脆弱得不堪一击。雍正即位后，很快就把矛头对准了曹家，他多次在曹府的奏折上写下极其严厉的朱批，他斥责他行为不端，骂他办事糊涂，有一次甚至直接骂他是个废物，说如果他再不能补齐亏空，就要治他的罪。曹府每天都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侄子曹雪芹身上。那时候的曹雪芹刚刚8岁，整个家族都告诉他，只有好好读书，考上科举，才能重振曹家的家业。叔父曹府对他管教得极其严厉，每天逼着他背诵4书5经，练习八股文，只要稍微不用心，就会遭到无情的打骂。可曹雪芹天生就不是读书做官的料，他对那些枯燥无味的八股文深恶痛绝，反而对诗词、绘画、戏曲这些被长辈们称为杂学的东西有着惊人的天赋。他常常偷偷把《西厢记》藏在4书5经的下面，趁叔父不注意的时候偷看。他还喜欢做风筝，他做的风筝样式新奇，飞得又高又远，整个南京城的孩子都羡慕他。有时候他会跑到街上看那些戏班的唱戏，一看就是一整天。每次被叔父发现，都会被关在房间里罚跪。可他从来都没有改过曹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了。为了补齐亏空，他们不得不偷偷变卖家里的古董和上好的田地。可就算这样，那个亏空还是像一个无底洞，怎么也填不满。府里的奴仆开始偷东西，以前那些巴结曹家的亲戚朋友也渐渐疏远了他们。曹雪芹虽然年纪小，但也敏锐地感觉到了家里的变化。他看到叔父每天愁眉苦脸，看到祖母偷抹眼泪，看到母亲唉声叹气，他开始明白，这个家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无忧无虑的天堂了。可是他什么也做不了，他只能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用诗词和绘画来逃避现实的压力。他不知道，一场更大的灾难正在向他们逼近。接下来要讲的这段故事会有一点点难过，不过没关系，这只是几百年前一段遥远的往事。如果你听着听着困了，随时睡着都没关系。1727年腊月的一个深夜，一道密旨从紫禁城快马加鞭赶往了南京。密旨上只有一句话，下令将曹府家中的所有财物全部查封看守。这一年，曹雪芹12岁，他在睡梦中被一阵压抑的哭声惊醒。他推开门，看到大厅里灯火通明，大人们围在一起，脸上满是绝望的神色。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那一夜，江宁织造府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宁静。天还没亮，大批官兵就包围了整个府邸，冰冷的铁蹄声打破了清晨的寂静，也打碎了曹雪芹最后的童年美梦。官兵们踹开大门，一拥而入，他们拿着清单开始查封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桌椅板凳被搬了出去，
古董字画被装进箱子，就连厨房里的锅碗瓢盆都没有放过。曹雪芹站在院子里，眼睁睁看着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变成了一片混乱的战场。他最喜欢的那只蝴蝶风筝被一个官兵踩在脚下，烂成了一团破纸。祖父珍藏了一辈子的几十万卷藏书被胡乱地堆在马车上，有些掉在地上，被来往的人马踩得粉碎。这次抄家，曹家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东西。根据当时官方的档案记载，曹家被抄没的家产包括房屋13处，共计483间；土地8处，共计19顷零617亩，还有金银珠宝、绸缎布匹、家具器皿等，数不胜数。这些东西全部被冲入了国库。曹府本人因为骚扰驿站和亏空国库的罪名被革职查办，关进了大牢。后来还被带上沉重的枷锁，在大街上游街示众了整整1年多。你敢相信吗？曾经接待过当朝皇帝的江宁织造府，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座空宅。府里的几百个奴仆一哄而散，有些忠心的还偷偷拿走了一些主人剩下的财物。那些以前天天围着曹家转的亲戚朋友，现在全都躲得远远的，连门都不敢登。曹雪芹的祖母受不了这个打击，当场就哭昏了过去。醒来之后一病不起。不过雍正皇帝并没有赶尽杀绝，他知道曹家的亏空大部分都是因为4次接驾造成的，所以他特意下了一道旨意，说曹家世代为朝廷效力，多少留一点房屋土地，让他们能够养家糊口。就这样，曹家在北京崇文门外一个叫做算市口的地方，留下了17间半房子和3对老弱的奴仆，这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了。1728年6月，13岁的曹雪芹跟着祖母、母亲和几个剩下的家人，离开了生活了13年的南京。他们坐着一辆破旧的马车，一路向北。以前出门，他们坐的是8抬大轿，前呼后拥。现在，他们只能挤在一辆漏风的马车里，吃着最难吃的粗粮饼子。一路上，他们受尽了别人的白眼和嘲笑。以前别人见到他们都是毕恭毕敬，现在别人看到他们就像看到瘟疫一样，躲得远远的。从江南温润的水乡到北方干燥的风沙，从锦衣玉食的公子到罪臣之后的身份，这一切的变化都发生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曹雪芹坐在马车上，看着窗外不断后退的风景，他再也看不到南京的秦淮河了，再也看不到织造府的西园了，再也看不到那些熟悉的面孔了。他终于明白，以前那些他以为理所当然的富贵，其实根本就不属于他。那些荣华富贵就像天上的云彩一样，看起来美丽，风一吹就散了。马车走了1个多月，终于到达了北京。当曹雪芹站在算市口那座破旧老宅院子里的时候，他看着北方灰蒙蒙的天空，看着院子里长满的杂草，他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再也回不到江南的那个春天了。那个锦衣玉食的少年已经死在了1728年的那个冬天，而真正的悲剧从这里才正式拉开序幕。刚到北京的那几年是曹家最艰难的日子，17间半破旧的房子，3对老弱的奴仆，就是他们全部的依靠。曾经连走路都有人抱着的曹雪芹，现在要自己挑水、劈柴、生火做饭。他第一次知道，原来一碗白米饭都来得这么不容易。1735年，雍正皇帝驾崩，乾隆皇帝继位。新皇帝为了笼络人心，下令宽赦所有前朝的罪臣，曹府终于被放出了大牢。回到了家里，曹家的日子稍微有了一点起色，整个家族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们再次把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已经18岁的曹雪芹。在当时的社会，一个罪臣之后想要翻身，只有2条路，一条是科举，一条是入内务府当差。曹雪芹因为抄家的经历，科举之路早就被堵死了，所以他只能选择第2条路。18岁那年，他进入内务府，当了一个小小的笔帖士。这是一份非常枯燥的工作，每天就是抄抄写写，处理一些无关紧要的公文。
可曹雪芹天生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他性格豪放，喜欢喝酒，喜欢和朋友们谈诗论画，他根本受不了官场的那一套繁文缛节。他常常在上班的时候偷偷写诗，有时候喝多了还会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没过多久，他就得罪了上司。乾隆13年左右，他被正式罢职，丢掉了这份唯一的工作。这件事儿让叔父曹府彻底对他失望了。曹府觉得曹雪芹就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他亲手毁了曹家最后的希望。他一怒之下把曹雪芹关在房间里，圈禁了整整3年。这3年里，曹雪芹不能出门，不能和朋友来往，每天只能对着4书5经发呆。可就是这段被圈禁的日子，让他有了大把的时间去思考人生，去回忆过去。被放出来之后，曹雪芹彻底放弃了走仕途的想法。他搬到了北京西单刑部街的一间破房子里，后来又住到了崇文门外的卧佛寺，他靠卖字画为生，日子过得非常清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敦敏和敦诚两兄弟。敦敏和敦诚是清朝的宗室子弟，他们看不惯官场的虚伪，也喜欢诗词歌赋。3个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最好的朋友。他们常常一起喝酒，一起写诗，一起谈论古今。敦氏兄弟非常欣赏曹雪芹的才华，也非常同情他的遭遇。他们经常接济他，让他不至于饿肚子。在和敦氏兄弟的交往中，曹雪芹接触到了更多的人和事。他流连于京城的戏园和茶馆，看到了社会各阶层最真实的生活。他看到了王公贵族的骄奢淫逸，也看到了底层百姓的痛苦和挣扎。他看到了人性的善良，也看到了人性的丑恶。他终于明白，曹家的悲剧不是某一个人的错，而是整个时代的悲剧。他想要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他想要写出那些他亲眼见过的繁华，也想要写出那些他亲身经历过的凄凉。1744年，一个深沉的夜晚，曹雪芹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铺开了一张纸，他拿起笔，犹豫了很久，然后他写下了风月宝鉴的第1行字。窗外传来了打更人敲梆子的声音，而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才是整件事的核心。好了，前面的沉重我们先告一段落，现在请你深吸一口气，再慢慢呼出来。如果你的胳膊或者腿有点酸，可以轻轻动一下，换个更舒服的姿势。我们继续跟着他去到很多人以为能写出《红楼梦》里那种钟鸣鼎食生活的人，一定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1751年，36岁的曹雪芹带着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搬到了北京西郊的香山脚下。这里远离京城的喧嚣，房租也便宜很多。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安静适合他专心写作。可他没想到，接下来的10年会是他生命里最艰难也最辉煌的10年。西山的生活比他想象的还要苦。他们住的是几间破旧的茅草屋，夏天漏雨，冬天透风。有时候家里连续3天都只能喝稀粥，孩子饿得直哭，他只能抱着孩子在院子里转圈。连买纸的钱都没有，他就把家里的旧黄历拆下来，翻过来在背面写字。有时候实在写不下去了，他就拿起画笔画几幅怪石或山水，拿到集市上去卖。卖画得来的那点钱，除了买一点粮食，剩下的全部都用来买酒。他的朋友敦诚曾经写过一首诗，形容他的生活：满境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长赊，横门僻巷愁金雨，废馆颓楼梦旧家。这就是曹雪芹当时最真实的写照。可就算是这样，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作。他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石头记》的创作中。他常常写到深夜油灯的火苗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的手指被墨汁染得漆黑，指甲缝里全是墨迹，洗都洗不掉。有时候想到一个好的情节，他会立刻从床上爬起来，哪怕是寒冬腊月，也会披着衣服写到天亮。他常常一个人在西山的小路上徘徊，嘴里念念有词，有时候对着一棵树自言自语，有时候突然哈哈大笑，有时候又突然泪流满面。
路过的村民都以为他疯了，远远的就躲开了。没有人知道，这个看起来疯疯癫癫的男人正在创造一部伟大的作品。他把自己童年的记忆、家族的兴衰、人性的善恶，全部都写进了书里。书里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场景、每一道菜、每一件衣服，都来自于他的亲身经历。在这段最艰难的日子里，他的妻子一直默默支持着他，他操持着所有的家务，照顾着孩子，从没有抱怨过一句。有时候曹雪芹写得入了迷，忘记了吃饭，他就默默地把饭热了一遍又一遍。除了妻子敦敏和敦诚兄弟是他最大的精神支柱，他们常常骑着马从京城赶到西山来看他，每次来都会带上酒和粮食。三个人坐在茅草屋里，就着几颗花生米，喝着最劣质的烧酒，谈诗论画，谈论古今。有时候没有钱买酒，他们就摘几朵院子里的南瓜花拿来下酒，喝到高兴的时候就一起放声大笑，喝到伤心的时候就一起抱头痛哭。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曹雪芹认识了邻居张宜权。张宜权也是一个落魄的文人，两个人志趣相投，常常一起游历西山，赋诗唱和。就这样，曹雪芹在西山的茅草屋里写了整整10年。这10年里，他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他受尽了别人的白眼和嘲笑，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着自己的书稿，增删了5次，每一个字都浸透着他的心血和泪水。1753年，《石头记》前80回的清写本终于编撰成型，手抄本开始在京城的文人圈里悄悄流传。每一个看过的人都被这部书深深震撼，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真实、这样深刻的小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脂砚斋开始为《石头记》做批注。脂砚斋是曹雪芹最亲近的人，他了解曹雪芹的所有经历，也知道书里每一个故事背后的原型。他的批注不仅解释了书里的很多伏笔，也留下了很多关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珍贵信息。1753年的一个傍晚，曹雪芹把 Kant 抄得整整齐齐的《石头记》前80回交到了脂砚斋的手里。他看着脂砚斋拿起那支红笔，准备在书稿上写下第1行批注。窗外的夕阳把2个人的影子映在破旧的墙壁上，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这部他在茅草屋里用血泪写成的书，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迅速传遍整个京城。《石头记》的手抄本一开始只是在敦敏、敦诚兄弟的小圈子里流传，可凡是看过的人都被他彻底征服了。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小说，他不写神仙鬼怪，不写英雄豪杰，只写一个大家族里的日常琐事。可就是这些日常琐事写得那样真实，那样动人，那样让人欲罢不能。很快，手抄本就从文人圈传到了宗室王府，那些王公贵族们也开始争相借阅。有时候一本抄本会被10几个人轮流传看，书皮都翻烂了。更夸张的是，当时京城甚至出现了专门抄书卖钱的人，一本完整的《石头记》手抄本能卖到几十两银子，这在当时足够一个普通人家生活1整年。当时宗室诗人永忠在看完《石头记》之后，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眼倦哭曹侯。永忠是康熙皇帝的曾孙，见惯了皇室的兴衰宠辱，可怜他也被《石头记》里的故事深深打动。一夜之间，曹雪芹成了京城文人圈里最神秘的人物，所有人都在谈论他，所有人都想认识他，可他依然住在西山的茅草屋里，过着清贫如洗的日子。他不在乎那些虚名，他只在乎自己的书稿。1759年，两江总督尹继善听说了曹雪芹的才华，他邀请曹雪芹去南京做自己的西宾幕僚。这对当时的曹雪芹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不仅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还能回到他阔别30多年的故乡。就这样，44岁的曹雪芹再次踏上了南京的土地。当他站在江宁织造府的旧址前时，整个人都愣住了。曾经雕梁画栋的府邸，现在已经变成了别人的宅院。
曾经开满鲜花的西园，现在已经长满了杂草。他小时候住过的房间，他放过风筝的院子，他和祖父一起读书的书房，全都不见了。他在南京住了1年多，这段时间里，他走遍了南京的大街小巷，拜访了很多以前曹家的旧人。他听他们讲起那些早已遗忘的往事，讲起祖父曹寅当年的风采，讲起康熙皇帝接驾时的盛况，这些故事都被他写进了《石头记》里。他对书稿进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修改，让里面的人物和情节变得更加丰满，更加真实。可就在他以为生活终于有了一点起色的时候，噩耗传来了。他的第1任妻子因为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染上了重病。等曹雪芹匆匆从南京赶回北京的时候，妻子已经奄奄一息了。妻子拉着他的手，看着他放在桌上的书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跟着曹雪芹吃了一辈子的苦，从来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他知道这部书稿就是曹雪芹的命。妻子去世的那天，曹雪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3天3夜没有出来。他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妻子用过的针线省罗发呆。后来在朋友的撮合下，曹雪芹和同样出身贫寒的许芳清结了婚。许芳清是个善良能干的女人，她悉心照顾着曹雪芹的生活，也支持他继续写作。她的出现给曹雪芹灰暗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微弱的光亮。可这份光亮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更大的危机正在向他逼近。《石头记》的广泛流传终于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当时正是乾隆朝文字狱最严重的时候，很多人因为写了一句话，说了一句话，就被满门抄斩。而《石头记》里那些描写官场黑暗、家族兴衰的内容，在官府看来就是大逆不道。更糟糕的是，一直暗中照顾曹雪芹的表兄平郡王福鹏，也在这一年去世了。福鹏是乾隆皇帝的伴读，也是曹雪芹在朝中唯一的靠山。福鹏一死，曹雪芹就彻底失去了保护。1759年冬天，曹雪芹结束了在南京的工作，回到了北京。当他推开自己家门的时候，一下子愣住了。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桌子椅子倒在地上，他的书稿散落了一地。很明显，有人来过这里，搜查过他蹲在地上一张一张地捡着那些散落的书稿，冰冷的纸张像刀子一样割着他的手指。后面发生的事儿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这次搜查只是官府打压的开始，很快朝廷就正式下了禁令，称《石头记》淫词秽语，蛊惑人心，严禁民间流传。所有被查到的抄本都要被当众烧毁，收藏和传抄的人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一时间，京城人人自危。很多以前争相借阅抄本的人，现在都偷偷把书烧掉，生怕惹祸上身。可越是被禁止，《石头记》流传的就越快。人们把抄本藏在床底下，藏在墙壁的夹层里，偷偷地传看。白天不敢看，就晚上点着油灯看。官府的禁令反而让这部书成了当时最神秘也最受欢迎的作品。但曹雪芹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难过。官府的人经常上门骚扰，盘问他的行踪，搜查他的住处。邻居们也开始疏远他，怕被他连累。以前那些追捧他的文人，现在都躲得远远的，连一封信都不敢给他写。他的生活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贫困。敦敏和敦诚兄弟的家境也大不如前了，他们自己都要靠朝廷的俸禄度日，能接济曹雪芹的越来越少。曹雪芹只能靠卖画为生，可他性格孤傲，不肯给那些达官贵人画画。他只画怪石和山水，而且只卖给看得顺眼的人，所以他的画常常卖不出去。有时候家里连续好几天都揭不开锅，妻子只能去挖野菜给孩子煮稀粥喝，孩子饿得面黄肌瘦，常常抱着他的腿哭着要吃的。曹雪芹看着孩子，心里像刀割一样，可他什么也做不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写书，
长期的贫困、劳累和精神压力彻底拖垮了他的身体。他才40多岁，就已经头发花白，背也驼了。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经常咳得直不起腰，每次咳嗽手帕上都会沾着点点血迹。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他更加拼命地写作，常常一写就是一整夜。更令人动容的是，就算自己穷得吃不上饭，曹雪芹也从来没有忘记帮助别人。他有一个朋友叫于书度，因为残疾失去了工作，家里穷得快要饿死了。曹雪芹知道后就教他做风筝，他还专门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本《南所北渊考工志》，书里详细记录了各种风筝的制作方法和图样。他希望那些残疾人和穷人可以靠做风筝谋生。他还精通医术，村里的穷人没钱看病，他就免费给他们看病抓药，有时候还会把自己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送给那些更困难的人。村里的人都很尊敬他，他们不知道这个疯疯癫癫的男人是个伟大的作家，他们只知道他是一个善良的好人。曹雪芹嗜酒如命，卖画挣来的钱除了买一点粮食，剩下的全部都用来买酒。他常常一个人坐在西山脚下的小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别人都以为他是在借酒消愁，只有他自己知道，只有在喝醉的时候，他才能暂时忘记现实的痛苦，才能回到那个曾经繁华的江南梦里。他知道自己写的书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他把自己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愤怒、所有的希望都写进了书里。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他必须在死之前把这部书写完。现在我们要讲到他一生中最难过的一段日子了。我知道会让人心里不舒服，所以我可能会讲得更轻更慢。你不用强迫自己听清楚每一个字，觉得困了就闭上眼睛睡吧。1762年秋天，北京爆发了严重的痘疹疫情。这种病在当时就是不治之症，尤其是对孩子来说更是致命的。每天都有很多孩子死去，整个北京城都笼罩在一片死亡般的恐惧之中。曹雪芹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自己的儿子染上这种病。他不让儿子出门，把家里的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可该来的还是来了。那天下午，儿子突然发起了高烧。曹雪芹解开儿子的衣服，看到他的胳膊上出现了一颗颗红色的疹子，而真正的地狱才刚刚向他敞开大门。看到儿子胳膊上的红疹，曹雪芹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他知道这是痘疹，在当时这就是绝症，尤其是对不满10岁的孩子来说，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那年秋天，北京的痘疹疫情已经失控，每天都有上百个孩子死去。城外的乱葬岗上堆满了小小的棺材，所有的药铺都挤满了人，所有的医生都束手无策。曹雪芹抱着儿子跑遍了京城所有的药铺，求遍了所有他认识的医生，可没有人能救他的儿子。他甚至跑到几十里外的庙里去烧香许愿，他跪在佛像前，磕得头破血流。他说愿意用自己的命换儿子的命，可这一切都没有用。儿子的高烧越来越厉害，身上的疹子越来越多，他整天躺在床上昏迷不醒，偶尔醒过来就虚弱的一声声地喊着爹爹。曹雪芹和妻子日夜守在儿子的床边，妻子的眼睛早就哭肿了，眼泪流干了，就只能发出嘶哑的呜咽声。曹雪芹一边咳着血，一边给儿子擦身子喂药。他不敢合眼，他生怕一闭上眼，儿子就永远离开了他。那段时间，他完全停止了写作，桌上的书稿落满了灰尘。他曾经写过无数次生离死别，写过无数次失去亲人的痛苦，可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明白什么叫撕心裂肺。他写过乔姐出痘时王熙凤的焦急，写过秦钟去世时贾宝玉的悲痛，可那些文字和他现在的痛苦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你敢相信吗？这个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悲剧的男人，此刻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一点点走向死亡。他什么也做不了，
他只能抱着儿子冰冷的小手，一遍又一遍地喊着他的名字。1763年，中秋节万家团圆的日子，曹雪芹的儿子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儿子断气的那一刻，妻子当场就昏了过去。曹雪芹站在床边一动不动，他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儿子苍白的小脸。他就这样站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他才缓缓地弯下腰，把儿子抱在怀里。他亲手给儿子做了一口小小的棺材，然后一个人扛着棺材走到西山脚下，把儿子埋在了那棵松树下面。没有墓碑，没有仪式，只有他一个人站在坟前，从日出待到日落。从那以后，曹雪芹就变了一个人，他不再说话，也不再笑，整天坐在儿子的坟前，一坐就是一整天。有时候他会对着坟墓给儿子讲书里的故事，有时候他会拿出儿子生前玩过的风筝放在天上，然后看着风筝越飞越远，泪流满面。他开始疯狂地喝酒，每天都喝得酩酊大醉，卖画挣来的钱全部都用来买酒。有时候喝醉了，他就躺在雪地里，任凭大雪把他覆盖。村里的人都以为他疯了，只有妻子知道他的心已经死了。敦敏和敦诚兄弟听说了这件事儿，立刻从京城赶来看他。当他们看到曹雪芹的时候，都惊呆了。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就苍老得像一个70岁的老人，头发全白了，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眼睛里没有一点神采，像一口枯井。敦诚拉着他的手，忍不住放声大哭。他说：“雪芹，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还有你的书，你还有我们。”可曹雪芹只是摇了摇头，什么也没有说。儿子的死彻底击垮了他的身体，他的肺病越来越严重，咳血也越来越频繁，有时候一口血吐出来能染红半张纸。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于是他又重新拿起了笔，他要在死之前把《红楼梦》写完。他把自己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绝望、所有的不甘都写进了书里。他修改了很多情节，让书里的悲剧变得更加深刻，更加动人。他写林黛玉的死，写贾府的败落，写所有美好的东西，最终都化为乌有。这些都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可他最终还是没有写完。1763年2月12日，除夕，北京城里到处响着鞭炮声，家家户户都在吃团圆饭。西山脚下的那间茅草屋里却是一片死寂。曹雪芹躺在床上，气息微弱，妻子坐在床边，紧紧握着他的手。他看着桌上那堆未完成的书稿，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已经发不出声音了。窗外下起了大雪，鹅毛般的大雪覆盖了整个西山，也覆盖了远处的北京城。曹雪芹缓缓地闭上了眼睛。他死的时候只有48岁，他死的时候身边只有妻子一个人，他死的时候家里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他死的时候他用一生心血写成的《红楼梦》还没有写完。好了，他最难过的一段日子已经讲完了，我们慢慢平复一下心情。你可以轻轻翻个身，把被子盖好。虽然曹雪芹的一生充满了遗憾，但他留下的故事却温暖了后来无数的人。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这些故事是如何流传下来的。曹雪芹死了，死在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死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之中。他死的时候，没有一个达官贵人知道他的名字，没有一个文人雅士为他送行。他的朋友们因为路途遥远和官府的禁令，甚至都没能见他最后一面。还是几个好心的邻居凑了一点钱，给他买了一副薄皮棺材，把他埋在了西山脚下的一片荒地里。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直到今天都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到底在哪里。很多人都不知道，如果没有一个女人，《红楼梦》可能永远都不会流传下来。这个女人就是脂砚斋。曹雪芹死后，脂砚斋继承了他全部的书稿，他忍着巨大的悲痛，继续为《石头记》做批注。他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那些熟悉的文字，一遍又一遍地写下自己的感受。
他的批注不仅解释了书里的很多伏笔和隐喻，也留下了很多关于曹雪芹生平的珍贵信息。他就像一个守护者，用自己的生命守护着这一部用血泪写成的书。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石头记》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秘密流传，每一本抄本都被人们视若珍宝，人们偷偷的传抄，偷偷的阅读。很多人看完之后都会忍不住痛哭流涕，他们在书里看到了自己的人生，看到了自己的命运。直到1791年，这种情况才终于改变。一个叫程伟元的书商花了10几年的时间，搜集了各种不同版本的《石头记》手抄本。他找到了当时的文人高鹗，请他整理和续写了后面的40回，然后他们用活字印刷术出版了120回的《红楼梦》。这是《红楼梦》第一次正式出版。一夜之间，这部被封禁了几十年的书传遍了大江南北，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在争相阅读《红楼梦》。当时有一句话叫“开坛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红楼梦》的出版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历史，它被称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它里面写的爱情，写的亲情，写的人性，写的兴衰，直到今天依然能打动每一个读者。曹雪芹的朋友们也用自己的方式纪念着他。敦诚写下了著名的挽诗《牛鬼遗文碑李贺》，陆车河隔葬刘伶。他说，曹雪芹就像李贺一样是个天才的诗人，可他的一生却比李贺还要悲惨。张一泉也写下了《伤秦西居士》，怀念这个和他一起在西山游历的好友曹雪芹的第2任妻子许芳清。在他死后一直双居在北京，他靠着给人家帮佣为生，孤苦伶仃地度过了余生。他一直守护着曹雪芹的遗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很多人只知道曹雪芹写了《红楼梦》，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写过一本《费义斋集稿》，里面记录了金石、编织、雕刻、风筝等8种技艺。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让那些残疾人和穷人能够拥有一技之长，能够靠自己的双手活下去。贵州省博物馆里还藏着一本种秦人曹詹画册，这是目前公认的曹雪芹唯一存世的书画作品。200多年过去了，《红楼梦》被翻译成了几十种语言，在全世界广泛流传。全世界的读者都被这部伟大的作品深深打动。后来还形成了一门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叫做红学。红学已经成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当然，直到今天，关于《红楼梦》的争议依然没有停止，尤其是后40回的真伪问题，更是红学史上最大的悬案。很多人认为后40回不是曹雪芹写的，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但不管怎样，正是因为有了程伟元和高鹗，《红楼梦》才能够完整地流传下来。1791年冬天，北京的街头寒风凛冽，程伟元拿着刚从印刷厂印好的120回《红楼梦》，站在街头，他看着越来越多的人围过来，争相购买这本传说中的奇书。而属于曹雪芹的传奇才刚刚开始。1715年，江宁织造府张灯结彩庆祝一个男婴的满月，康熙皇帝亲自赐名，满朝文武前来道贺。这个一出生就站在人生巅峰的孩子，就是曹雪芹。1763年，北京西山的一间茅草屋里，48岁的曹雪芹孤独地死去，身边只有妻子一个人，家里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很多人都问过同一个问题：曹雪芹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为什么能写出《红楼梦》里那些无比真实的奢华场面？又为什么能写出那些刺骨的世态炎凉答案？其实就在他的一生里。他写大观园里的锦衣玉食，写一道茄子要10几只鸡来配，写一场宴会要花费几千两银子。这些不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这些都是他童年时每天都在经历的生活。他写贾府被抄家时的惨烈，写仆从一哄而散，写亲戚朋友避之不及，这些也都是他13岁那年
亲眼所见的场景，他写王熙凤的精明能干，也写她的贪婪狠毒；他写林黛玉的敏感多情，也写她的尖酸刻薄；他写薛宝钗的端庄大方，也写她的世故圆滑。因为他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他在江宁织造府里，在京城的王府里，在西山的茅草屋里，见过了人性所有的光明与黑暗。他写生离死别，写失去亲人的痛苦，因为他经历过父亲的早逝，经历过妻子的离去，经历过独子的早亡。他写好一似石进鸟头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因为这就是他自己一生的真实写照。《红楼梦》之所以伟大，从来不是因为他写了一个多么曲折的爱情故事，而是因为他写了一个时代的悲剧。他写了一个依附于皇权的家族如何从鼎盛走向灭亡。他写了在那个封建时代里，无论你多么有钱，多么有权，最终都逃不过命运的安排。曹雪芹的一生就是这个时代悲剧最完美的缩影。他曾经拥有过全世界最好的一切，然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他从云端跌入泥沼，尝尽了人间的所有疾苦。可正是这些苦难成就了他，他把自己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愤怒、所有的不甘、所有的希望都写进了《红楼梦》里。他用了10年的时间，增删了5次，每一个字都浸透着他的心血和泪水。他死的时候还没有写完这部书，可他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全部都融入了这部书里。200多年过去了，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王公贵族，那些曾经权倾朝野的皇帝大臣，都已经化作了尘土。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没有人记得他们的事迹，可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却永远地活了下来。他的名字被刻在了中国文学史上最耀眼的位置，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了几十种语言，传遍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从他的书里看到了自己的人生，看到了人性的本质，看到了命运的无常。今天当我们翻开《红楼梦》的时候，我们依然能看到那个站在江宁织造府里穿着锦衣华服的7岁少年，他正在院子里放风筝，脸上带着无忧无虑的笑容。我们也能看到那个坐在西山茅屋里头发花白的48岁文人，他正在油灯下一笔一画地写着自己的书稿。他们的身影慢慢地重叠在了一起，化作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动人也最悲伤的一道风景。好了，曹雪芹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讲完了。现在夜已经很深了，所有的喧嚣都已经远去，但故事的回响还萦绕在我们耳边。一个问题也随之浮现：如果没有经历过那些撕心裂肺的苦难，曹雪芹还能写出《红楼梦》吗？或者说是苦难成就了伟大，还是伟大本身就必然要与苦难同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故事，可以点击订阅，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历史书写的不只是过往兴衰，更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的挣扎与取舍。愿你听完今日故事，能在当下的生活中守住本心。期待下一页我们再相聚，共谈古今。